TOC8国际邀请赛在昨天落下帷幕，来自 EMEA 欧洲、中东、非洲赛区的 Pastable 夺得冠军，CN 选手战文玉获得亚军，NA 的米拉拉和 Rare Play 分别是季军与殿军。TOC8国际邀请赛是 CN 赛区在 S11 举办的中外交流赛事，由16名 CN 赛区和16名海外赛区的云顶之弈知名选手参加。这是决赛8名选手的整个赛程中获得前2名名次的阵容分布。除决斗大师独占鳌头外，其余的阵容分布较为平均。可以看到，中外比赛选手对于阵容选择的理解与我们国服自己的理解其实几乎没有差别。但是我观察到外服选手在玩热门阵容时很难拿7-8，尤其是最为内卷的决斗大师，比如此次夺冠的 Pastable， 还有稳定发挥的几名 NA 选手，对于部分热门阵容的处理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具体是什么理解呢？我后面会详细展开。在这之前，我要做一个铺垫，问大家一个问题。S11 的阵容强度在哪？来看这套决斗大师，是被这次比赛检验过的最强阵容，6决斗2圣贤2天将2天龙之子，除一个主力输出羁绊开到了6之外，其余全是辅助小羁绊。羁绊以及装备的投入让2星神装盲僧撑起了整套阵容。很明显，这是一套强羁绊弱单卡的阵容。因为如果你把盲僧抽离出6决斗这个体系，把它放到另外的也是开一堆辅助羁绊的拼多多体系里，它的实力就会大打折扣。像这样脱离所属大羁绊体系就变废卡的单卡有很多，比如斗舍里的卡莎、莲华里的辛德拉、天降里的凯隐。大部分强力的常规阵容左边的羁绊都是642、442，少有3322开头的。以羁绊为核心构筑阵容是这个赛季的基调。站立在羁绊而非单卡的格局，也就造就了只有少数公式阵容能玩的局面。因为你辛辛苦苦拼出来的看起来质量很高的阵容，最后就是打不过简单纯粹的大羁绊公式阵容。对于 Flex 玩家极度不友好的环境，势必将所有人都逼去玩公式。大家和一样的装备选一样的海克斯，在同一个回合抢一样的牌。那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理解，那说白了水平一样的情况下，谁吃分看的就是运气。比过渡是比运气，起手嫖卡烂的无法过渡的，而连败经济又不是绝对碾压同行的，保证早启动的情况下还能大成，那差不多就死掉了。同行起手2星落手一路连胜，这还怎么玩？比抽卡更是比运气，一波没出2星，一看外面已经8张盲僧了，我的盲僧再也2不了了。难道因为这样拿了6、7、8就只能怪抽卡太差了吗？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理解就可以帮你摆脱这种困境。还是以决斗这套阵容来展开聊。这是4阶段8人口差不多能地道的板子，1星盲僧整体全2，我的所有装备都投资在了盲僧身上，狗熊小炮捡捡垃圾。这种场面在4阶段抽不到2星盲僧的情况下，整个阵容感觉就是虚的、散的，有一种缺乏支撑的感觉。但如果我1星盲僧的时候有一个带满装备的2星奇安娜来承接住6决斗大师的羁绊强度，整个阵容仿佛就找到了支撑点。也就是说，我其实可以不必把所有资源都投给盲僧的，我可以先养一个满装奇亚娜，这样就避免了1星单 C 盲僧的时候真空期太长的问题，同时也让一些烂掉起手过渡牌的对局可以通过在3-2-6级抽一些质量的方式终止连败。我们来对比一下传统的单 C 4费阵容的理解和有支撑点的4费阵容在4阶段这个本赛季定胜负的核心阶段的战力，以提升最为平滑的3费阵容的战力作为参照。单 C 盲僧的理解仅在4-5左右出2星盲僧时比3费阵容的战力高，而加入支撑点的理解的盲僧在3-5至5-1全期对比3费阵容的战力都不落下风。稳住4阶段的容错就意味着拥有极高的下限，这个支撑点的理解被外服选手普遍接受并运用。来看这段小组赛第一组第3盘的决赛圈对战， Pastable 让了一个金蛋的战力，但养了一个奇亚娜作为支撑点，而右边则是3战里养超级战士盲僧的决斗同行。 Solo Jason 把除盲僧外多余的散件给到了各个挂件，大家猜一下谁会赢？他抽他2星，说不定他就赢了呀。是啊，要不然不可能30多块钱。他可能是觉得单星被翻盘了，他要等等他要保险一点，还挺稳的。不过对面的战力确实强，参天陨落，小而致命。还是上了蛋，还是登顶了，但是就差1回合，哎呀，有点不够完美。最后是养2星奇安娜的盲僧装备并不完美的 Pastable， 在金蛋没开的情况下击败了对手，成功吃鸡。虽说两边在质量上确有一些差距，但是让金蛋也能吃，多少也能看出些端倪。无独有偶，在另外多场对局中都能在外服选手身上看到相似的理解。比如这局 Pastable 在有盲僧的情况下，
没有选择把2星奇安娜卖掉，而是给盲僧做了另一把银血剑。再比如这局给到了奇安娜银血夜刃，盲僧却带的是科技枪狂徒，说明他就是先给奇安娜找的装备，支撑点的战略地位高到他会占用装备的优先级。这局的 D Shop 也是奇安娜和盲僧一起养，还有这局也是。而 CN 选手 Snowy 的决斗则没有采用这种理解，多余的散件像先前播放片段里的 Solo Jensen 一样，处理成了狗熊、洛的救赎、泰坦免位，但同样是3战力、9级、2星盲僧带刀妹，甚至还拼了个3尊，这样的决斗却险些6、7、8。战文玉的这局没有低到2星盲僧，多的装备给到了2星洛而非奇安娜，最后这局第6。其实这种找支撑点的理解不仅适用于决斗，比如米拉拉这局的狙神就带了一个神装的2星厄斐琉斯，像玩森林莲华这种理解也是非常好的，比如小雪这一局的场面、经济和容错，节外生枝给的森林转，后面还有一个踩怕碰，如果能养一个2星千珏作为支撑点，哪怕是手里的羊刀合给他，那这局的名次应该也会比最后的第5更好。刚才着重强调了支撑点理解的下限，其实支撑点也就是公式阵容成型后的特点，尤其是现在84公式阵容成型后，上就照2星成卡并非质变级提升，那有特点的阵容往往更容易脱颖而出。来看这组对比，同样是9件成装，左边的在养完盲僧刀妹后将散件分给了狗熊、小胖等挂件，而右边则是有一个或许2星或许3星的满装奇安娜。那从此次比赛的实战对局经验来看，右边的阵容是会强一些的。公式阵容的特点及上限的理解，在以往公式赛季的比赛中也得到过验证。比如怪兽来袭赛季的福六尼能442卡牌，大家都会玩，但是左图的 replay 却靠轻松变率多一个副 C Nico， 加上毛道团发的装备奖励的特点拿下了冠军。右图红莲在 TOC5 总决赛上的442卡牌，比普通的公式多了一个能量网的3星奇女的特点，助力他夺得了最后的冠军。支撑点的理解是可以在当前多个热门公式阵容中推广的。决斗大师的老理解是先给盲僧做完美神装，再给其他的卡捡波澜。但是现在有了支撑点之后，你可以先做2星奇安娜的3件套，这赛季的奇遇时不时会给你补一些装备，其实不用担心奇安娜吃装备之后是否还能养盲僧的问题。神装奇安娜的情况下是可以接受一些不完美的装备给了盲僧的，如果2星盲僧了也实在没有多发装备，那就再找一张奇安娜把装备换给他也不迟。森林莲华的羁绊、灵魂莲华和永恒之森、千珏其实是最大受益者，加之这张单卡本身足够合格，所以它也很适合当支撑点来培养。把原本给辛德拉做蓝 buff 的2个水滴拆成2把青龙刀，把千珏、辛德拉甚至沙皇都激活，这种莲华就会很有实力。护卫艾希先养厄斐琉斯，斗士卡莎如果没有吃几星又要在8几滴，就先养一个蓝 buff 鬼畜提莫。圣贤露娜、小鹿2星之前用左一带装备。接纳这种理解之后，你会发现哪怕再内卷的局也很难6、7、8。以前难吃鸡的阵容或许被赋予了新的力量。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